荣旭这个名字是荣家上一任家主，也就是我爷爷为我敲定的名字，意在树立荣家是正义秩序化身的牌匾。而我作为新任家主，也必须固执且坚决地遵从着规矩。都开始吧。这荣家不愧是世家之首，单看这荣家家主荣旭的订婚宴都上百条流程，这跟皇家婚礼相比都不遑多让。可不是呢，进门跟进宫似的，就单是进门就卡了我8道程序。还有这餐具，估计也是拿尺子精准到毫米摆放的。哎，快看，荣家家主臂如抱骨，挺胸拔背，平肩直视，静立如松，太帅了！嘘，小声点，这荣家家宴有规矩，不能大声喧哗。你没看那服务员手里拿的是分布仪？这要是在荣家的场子被赶出去，以后在圈子里别想混。老夫人，所有的程序都走完，只是什么？本应该由订婚对象华小姐穿的订婚礼服被丢进垃圾桶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花颜现在穿的是什么？花颜这……哇，怎么这样就进了？黑色婚纱，这大不吉！他这是要干什么？花颜，他疯了！他竟然在订婚宴上穿黑色的乐服，这可是对荣家家规的挑衅啊！胆子可真大呀！黑色是葬礼着装，花颜这么搞，荣家还敢娶她？我看这订婚宴今天啊，怕是要提前结束了。就是胆子也太大。荣先生，呼啸的风是会令群山撼动，你现在还敢娶我吗？各位请稍等，我去请示老夫人。花颜，我警告你啊，今天来可是商量把你和荣家的婚约让给妹妹的，你别给我生事儿。我本来就不想嫁，你要是能给我换了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荣家能看上你才怪呢，还不如早点让给妹妹，这样才能够维持荣家和华家的关系。把卖女儿求荣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爸，你看他呀！干什么去？洗手间。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，无问扬起过多少烟尘，感动不一定流泪。荣家百年世家，不过就是一个大点的笼子吧。人心沉，你倒是看得透彻。谁？
你看着不像是荣家的人。为什么？刚才我来的路上见到的每一个人，身后都有一根线，但是你没有。把荣家的人比作提线木偶，你倒是敢说呀？怎么？想要告发我？敢于说实话的乖孩子是要给奖励的。乖孩子能有什么奖励啊？是这样吗？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。等本小姐退了婚，会来找你的。老板，你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一把趁手的枪。枪？荣家母，我这个大女儿啊，哎呀，从小性子顽劣，不服管教，实在是配不上荣家。关于这个换人的事儿，不能换。是他？母亲，他竟然是荣旭。花家主，我记得我们荣家要娶的是贵府长女花颜，对吗？不错，但是我这个大女儿她……花家主，先不说花颜是我爷爷生前就定下的孙媳人选，绝不可更改。就说花月小姐的身份和我们荣家的规矩，就不可能接纳。荣家只娶正室女。母亲，您觉得呢？阿旭说的对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是，只是我这个大女儿，她实在是配不上荣家啊。取消或者照旧，花家主的意思。那就取消。闭嘴！我照旧，照旧。花颜能得到荣家的青睐，是她的福分。荣家母，我先告辞了。别忘了，你妈妈的遗物还在我手里。都下去吧。原来是我，慧眼蒙尘。
看错了人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花颜可不是什么乖孩子。看荣老夫人气的可不轻。哎，这荣家家主这么孝顺，肯定不会娶花颜。就是，荣家主可是老家主生前最得意的孙子，也是整个荣家最注重离规矩的，怎么可能娶花颜这种女人？你看，现在你还敢娶我吗？为什么不娶？我倒是想听一听这山间呼啸的风。它像灰色的风，撕开一切伪装，划燃了荣家这座秩序之山。荣熙啊，你疯了！你们荣家不是最看重规矩吗？娶你就是最大的规矩。大嫂，小旭的这个订婚对象有点不太像话吧？是啊，这样的女人撑得起荣氏的未来吗？二弟、三弟，花颜是老爷子定下的孙媳，荣家未来的家主夫人只能是她。至于重任，嫁到荣家后，好好教一教规矩就行了。荣家主，你们荣家可真有意思，才刚订婚就把人拴在家里，怎么还怕人跑了？理论上，你现在已经是荣家的家主夫人了，应该与荣家共进退。什么理论？我看奉的是你们荣家的礼吧。花小姐，按照规矩，敬茶的时间到了，请跟我来吧。敬茶？给谁敬茶？家主，请上座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我给我未来的丈夫三跪九叩的敬茶？族里的婚丧嫁娶都得给家主敬茶，家主夫人也不例外。对，这是老家主亲自定下的规矩，没有人能够违背。花颜，接下来是你的赛场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实力当这把枪。荣府规仪自古传，花小姐当躬身叩首，莫误时辰。荣家家规不可违，花小姐还是抓紧跪拜吧。敬个茶还要跪拜？大清都亡了多久了？你们还没有站起来吗？
今天我就挺直了背站在这里。这茶你喝还是不喝？谁不知道家主是最重规矩，这茶家主是绝对不会碰。等着吧，家主是不会容忍他的。花小姐，我儿子是不会。阿旭，阿旭，家主，你怎么能接受他这么没规矩的行为？是啊，阿旭，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我们荣家的家主夫人呢？荣家主，看来退婚是众望所归啊。你考虑倾听一下人民的声音吗？阿旭，荣家容不得这么没规矩的人。我现在就派人通知花家，婚约取消。管家，母亲，这婚退不得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母亲，这婚是爷爷定下的，荣家的规矩，您怕不是忘了？荣旭，你一定非要这样子吗？这是我爷爷定下的规矩，我想也是你父亲的意思吧。老家主定的人，谁敢更改？好，既然你们非要抓着我不放，那我一激动做出什么不可控的事情，你们可别后悔。你给我站起来！怎么，又惹到你们荣家祖宗的哪条规矩了吗？上错，只有历任的家主和下一任的继承者可以做，不是你这一介女流可以沾染的。好，那你们退婚吧，把我赶出去，就不会污染你们高贵的上座了。你这个泼妇！家主，这样的女人你难道不管管她吗？二叔，既然花小姐是老家主定下的，那就绝没有朝令夕改的规矩。她必须留在这儿。对，老家主的遗嘱，任何人都不能违背。哼！唉。花小姐，还有什么事？前不久，我在荣家的内院里发现了自由的蒲公英，后来我以为我看错了，原来不是，是他隐藏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在荣家的花园里，是不可能出现蒲公英这种植物的。是吗？我面前的难道不是？荣旭，你真是演了一手好戏。花小姐，这是何意？荣先生何必装腔作势呢？我以为你是个身不由己的傀儡，没想到居然是个幕后操盘手。你不轻易开口，但你开口的每一句，处处都在拿我当枪使，不停地撼动着你们荣家的陈腐烂规。花小姐真是兰心蕙质，是个聪明人。再聪明，不也只是把枪吗？说说吧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别跟我说，只是为了改那三跪九拜的敬茶规矩。荣家早就因为那些陈腐烂规，变得外强中干，
那里全是这些陈疴旧疾。想要改变荣家，就得破了那些愚昧的规矩。但是，你这家主之位还不稳固，废规矩就像废天条，势必会引起族内动荡。你的二叔就会借此拉你下马，所以你不能明着来，需要我这把枪。花小姐真是慧根天成，一点就透。不敢当。不过我这个人不喜欢仰着头说话，喜欢做平等的交易，有付出就得有回报。你说是吧，荣先生？交易我同意，但是在荣家的规矩里，意外只有你，也只能是你。你还真是下了一盘好棋，赢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革新荣家，输了只需要丢掉我这把不趁手的枪，毫发无损。过奖。那交易当然继续啊！极度倾斜的天平战场，是对一个赌徒最好的奖赏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？花文斌手里，我母亲的遗物。就只有这些？当然不是。不过，一个赌徒是不会显露自己手里所有的筹码的。其他东西，就等你彻底掌握了荣家再说吧。先生，花小姐就是您说的趁手的枪？对了，女生一般都喜欢喝什么茶？啊？女生应该都喜欢甜甜的花茶吧？花茶。去，把我库房里的茶全换成花茶。啊？哼。先生不是不喜欢喝花茶，怎么花小姐刚走，先生就打听女生的喜好？这哪是找到了趁手的枪啊，这分明是找到了合心意的人。见。少夫人，请用茶。花茶，这可不是交易该有的体贴啊！怎么，这刚送完茶，就又有人上门来了？进。有事吗？花小姐，这是老家主亲自制定的家规条文，请您过目。
就吃个饭，有80多条规定。对的，花小姐，咱们荣家是大家族，不像那些小门小户，这用餐的时间啊也是有规定的。你需要明天卯时，也就是6点前往餐厅用餐，否则厨房将不再提供膳食。知道变态，没想到这么变态啊！怎么换茉莉了？哦，这茶……花颜呢？不知道卯时进膳的规矩吗？老夫人，昨天就把家规给花小姐送过去了。现在去把人请来。是。进。花小姐，早膳的时间到了，请您移步餐厅。这可是老家主亲自定的家规啊！昨天晚上读书的时候，感觉桌子不太平，就拿它垫了一下。哎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用的。老夫人，花颜他竟然拿家规垫桌脚，岂有此理！他太放肆了。敲门。是。把门打开。是。花颜，花颜，家规里明明白白写着卯时开早膳，合府上下谁不是衣食赴宴？你竟敢无故迟到，眼里还有没有荣府的规矩？老夫人，你们就光一顿早膳，就列了27条规矩出来，从晨起净身、焚衣到拜谒长辈，步步都要合乎礼制。我这按照规矩到焚香净身，还没走完流程呢，怎么赴宴啊？要不您就把这些流程给我免了吧？放肆！规矩就是规矩，怎么能擅自改动？那你们就只能等我走完流程了。你就不能早点起？我要在做完这20多条规矩之后，6点就到餐厅。那你
干脆让我直接住在餐厅里得了。府中上下老老少少皆是恪守此规，那算你们厉害。别人能行，就你不行。对，我不行，不行，你们就退婚吧。你敢威胁我？母亲，母亲，餐前还没有给爷爷上香。怎么样，荣先生？评价一下你盟友的战果吧。穿衣吃饭，明知日常，从日常入手，就不怕撼动不了其他的。早饭还是要吃的。啊？你放心，这个帕子是新的。哦。荣旭，这该不会是你偷拿的吧？你怎么还有点可爱呢？花颜，没事，你就放心吧。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厨房着火了。规定12点后禁止明火，怎么就能着火了？花小姐说她饿了，想吃夜宵。因为咱们有规定，所有的火都熄灭了，所以她就自己动手。唉，造孽呀！你去吩咐厨房，以后晚间允许开火，千万不要再让花颜进厨房了。哎，是。这，你这个招数真是为所未闻，管用就行。倒是个好兆头。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哼，那是自然。今天我可以开一个口，明天我就可以毁一座堤。唉，你们家的这些规矩啊，真的是毫无人性，简直是把人当成了上了发条的钟表，只能顺着走。现在啊，这里也是你家，矛盾至极。对你爷爷的信奉，简直就像是被洗脑了一般，一边极度的信奉规矩，一边又因为遗嘱而一再容忍我打破规矩。既然他们如此的信奉规矩，那我就以规治规。今天我可以烧了厨房，明天我就可以上房揭瓦，后天……此时此刻，我像是见到了随风飘扬的蒲公英，生动鲜活，只要它在，就是自由的象征。那个太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回哪儿啊？回我房间啊。你的房间？这里是荣家，都是你的房间吗？我看家规上说，晚间就寝时间到，各归其位，王妈无照，不得随意进出主楼，主楼人员不得随意出房间。那这个主楼人员也包括
荣家主，你吗？当然。既然都已经破规了，不然就破得更彻底一点，留下来，如何？荣旭，你有点可爱啊！太晚了，你快休息吧。荣旭，你相信爱的存在吗？存不存在不重要，这种会让掌权者有软肋的东西，不应该萌芽。是吗？那希望你能够一直清醒。荣旭，你相信爱的存在吗？花小姐早。早。看来你也很喜欢喝花茶呀。荣旭，你相信爱的存在吗？存不存在不重要，这种会让掌权者有软肋的东西，不应该萌芽。把花茶换了吧，以后都不用再上了。是，那花小姐那边的花茶供应也要一并换掉吗？哎，顾琛，家主这是怎么了？可能是为情所困。花小姐那边的花茶供应照旧啊。可是家主没有明确吩咐啊。王妈，要不说我能成家主特助呢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家主这一看就是想爱不敢爱，拉不下面子。你要是真给他换了，你信我，他准急。原来是这样。唉，夫人，您的父亲登门拜访。我爸？是。You're gonna be shameless, whether the smile on your face, dirty kiss, what a shame and ye. 依依呀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哟，800年前的小名都叫上了，你应该不是来寒暄的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说话呢？你这孩子呀。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你想办法让花家参与到荣氏集团新开发的智能科技项目中去。那不是荣旭亲自立项跟进的项目吗？要是让花文斌这条蛀虫进去了，荣旭势必会受到影响吧。办不到。怎么会办不到呢？你现在可是荣家的家主夫人，这点小事儿，
给女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哎呀，爸爸，这当初要是我嫁进来的荣家，作为女儿的，就这点小事，怎么会让你为难呢？是啊，就这点小事，您完全可以自己去跟荣家谈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哦，您自己也知道，在您的带领下，花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程序来谈合作吧？花言，哎呀，爸，您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动不动就破防啊？人呢，要学会认清现实，心态放平，知道吧？慢走不送。花言，你别忘了，你妈妈的遗物还在我手里。现在就打电话跟荣旭说谈合作的事情，否则我马上叫人毁了你妈妈的遗物。你先生，老宅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花先生去老宅找花小姐了。他又要做什么？花家想要参与您亲自立项跟进的科技智能新产线。项目部对花家实力的评估呢？差10万8千里呢。花家估计也知道，凭自己的实力根本没可能，所以才找上花小姐，想要开后门。关机了，给荣旭打电话是不可能的。哼，依依呀，不就是打个电话，稍微放点水的事儿，犯不着这样吧？稍微放点水，要想让你进项目的话，恐怕太平洋的水都得放干吧？您老不要脸，我还要。花言，你别忘了，你是花家人，如果不是你花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你进得了荣家的门儿，做人得感恩。感恩？感恩什么？感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自己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啊？感恩你在发妻还在世的时候，就带着只比我小几个月的私生女登堂入室。哼！逆女，不想要你妈妈的遗物了吗？先生，要是放水让花家进项目，出了事动摇的是您的威信，二爷那边一定会借机发难的。先给花言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好。花小姐手机关机了，给老宅打。好。哼！啊！逆女，你不想要你妈妈的遗物了吗？王妈，是我。家里什么情况？威胁我是吧？好，遗物我不要了。我想我妈，她应该也不想看出因为她而受到委屈吧。
我现在就收拾行李，跟荣家悔婚离开这里。荣家的婚约，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你就找个人来替我。我倒要看看，谁的损失更大。抱抱。哎呀，家主，你赶紧回来吧！夫人这会儿正收拾东西准备悔婚，想要离开荣家，离开您呢。立刻让法务部拟定跟花家的合同，现在备车回老宅。花颜，花颜！啊，家主。花颜呢？夫人她走了。啊，不，花颜，你在找什么啊？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很久？我吃完晚饭就走路消食去了。走路？走路。我跟王妈学的，是不是还挺新奇的？她说她那边管散步叫走路，你别说，还挺形象的。你怎么了？花家如果想进新项目，我可以帮忙，只要你……只要什么？只要你别走。花家什么能耐，我最清楚了。你可千万别自掘坟墓。再说了，我跟花家什么关系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还不如我跟王妈关系好呢。家主，我找了你好久了，您听我把话说完呢。夫人她不是走了。王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夫人，还不都是家主，我话都没说完，他以为你……那个，花妈，你快下去沏2盏花茶上来吧。花茶？好嘞，我这就去。此时此刻，我清楚又明白地意识到，我喜欢喝花茶。花颜真的是好本事啊！二哥，我们故意把项目的信息透露给华文斌，这么一大块蛋糕，他要想吃，肯定要以荣旭岳父的身份参与。可是，就凭他那德行，一定会在项目上捅娄子。等项目出了问题，我们正好借此向荣旭发难。这可谁曾想？谁曾想花文斌就是个废物，竟然被花颜给挡回去了。花颜不能再留了啊！自从他来到了荣家，我们荣家的规矩是一破再破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我们将无法再掌控荣家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祠堂1年开1次，只要我们让花颜在接下来的认祖宴上无法出席，他就得不到祖宗的认可。这样，就算有爹的遗嘱都没有用了。到时候我们就能把他给赶走了。
那咱们怎么能阻止他出席呢？认祖环节前，需要容旭带他点香问路，得到祖宗的认可后，方可进入祠堂。如果说花颜他手上的香断了，该怎么办？香断了，那可是上天的警示啊！我看这祠堂的砖，他是踏不上去了。这都几点了？是啊，你看这年轻人，哎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要是出了岔子，你二叔他们肯定会借机发难的，到时候肯定也会连累到你。现在害怕了。之前你火烧厨房，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，也没见你露怯。我之前那不是不想在荣家待着吗？秉着能干，干不了就滚蛋的心态搞事情的。现在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荣旭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之前那都是为了谁啊？我可告诉你，他们今天要是发难的话，都是因为你，你得负责。好，我负责。你放心，有我在呢。走。哎，这香怎么断了呀？香断了！香断了！香断了！哎，大嫂，这香断可是大不吉呀！这莫不是这祖宗要传达对花小姐的不满？哎，老三，别胡说，兴许是意外呢。来人啊，再给花小姐上一束新的香。对，应该是意外，换新的，快！香又断了！这总该不会又是意外吧？这就是上天的警示，这花小姐与我荣家不和呀！你们是想违背爷爷的意思吗？家主，你看啊，这香在您手上就没有问题，这怎么到了花小姐的手上，这总出问题呢？这可不是我们想违背啊，这实在是要为荣家的未来考虑考虑。对呀，阿旭，二叔知道你向来为荣家考虑，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伤了众人的心吧？你这样可是让大嫂为难的呀。阿旭啊，母亲，难道您也相信这断香示警的鬼话吗？不是我信不信，是事已至此。
不要继续把事情闹大，影响你家主的位置。你一向理智，该知道怎么处置。这是祖宗警示啊！花颜根本就不合适担任家主夫人。对，花颜不能娶。你听到了吗？阿旭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如果我一定要娶花颜呢？阿旭，一个女人而已，你既然坐上了家主的位置，你就要承担家主的责任，你觉得呢？阿旭，荣家家主的位置，还有花小姐，阿旭，你只能顾全一个。荣旭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么重的分量，居然可以和世家之首的家主放在同一选择题的选项中。荣二爷，砝码不对称，天平一定会倾斜的。好谋算。花小姐，荣某很欣赏你这种自知之明。不对等的砝码是最好选择。花颜，我许你。荣旭，你要忤逆你的母亲吗？本来想着能把花颜赶走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荣旭这小子自己跳坑里，哼，意外惊喜。荣旭，你疯了！我不同意。阿旭，你是要放弃家主的位置吧？二叔似乎对家主的位置很在乎，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您设计的？哎，可不要胡言乱语啊！这里这么多人都在这看着呢，是花颜他自己不受上天待见，好好的香在他的手上连续断了2根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大嫂啊，您出来说句公道话吧。就是啊，这香在你手上就不好好的吗？阿旭，你想这个关照花小姐能理解，但是作为荣家的家主，你也不能置荣家于不顾啊。阿旭，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？荣旭，荣家不是你一个人的英雄主义，年轻人重感情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要懂得取舍呀。哼，二叔，我选花颜和荣家家主不是一件冲突的事情吧？这香没有问题，不代表香炉没问题。铁砂？没错。这……好算计啊！在香炉中加入少量铁砂，香燃烧时产生的热量让铁砂导热，可不就加速了断香吗？哼！二叔，你蓄意陷害家主夫人。阿旭，严重了！手下人办事不力，将杂物混进了香炉之中。哎呀，怎么能跟陷害有关呢？是我大意了，管束手下不力。既然知道是约束下属不力，二叔，不如您就退位让贤吧。
您觉得呢？荣敬山是戒律堂的掌事，掌管荣氏家族规矩的制定与修缮。夺了他的权，荣旭就可以顺利的废旧制，彻底掌握内宅大权了。家主说的是，老夫年纪大了，的确不适合在掌事的位置上待着了，是时候该退位让贤了。哼！哎，二哥，哎，二哥，哎呀！仪式继续。来人，打扫干净。是老夫人，过来。香炉的问题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，除非……印信已缴，从今日起，正式罢免族内人员荣敬山戒律堂掌事一职，同时荣家家规重新修订。诸位，若无异议，可自行离去。臭小子，我还真以为你转性了呢。母亲，让您担心了。行了，我也该知道你有自己的分寸，是母亲多嘴了。现在荣家在你手中，我也该放心了。正好有朋友约我去国外看秀，我是该放松放松，就先走了。我还以为我们荣家出了一个大情种，要美人不要江山，谁成想你早就知道香炉有问题，之所以一言不发，任由他们为难我，就是想引荣敬山开口入局，顺势夺他的权。是。我还当真以为你选择了我呢。我挺好的，不愧是一家之主，走的每一步都是运筹帷幄。先生，夫人看着好像不太开心啊。先是被当枪使，后来又被当饵钓，谁会开心？您都知道，为什么不跟他解释啊？连我都清楚，您心里是有花小姐的。您为了夺权利用花小姐是真的，选择她也是真的，这也要分个前后主次吧？解释什么？利用就是利用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三观是挺正确的，您这要是不解释，所有人都会觉得您对花小姐是虚情假意的。她作为当事人，当然更会这么觉得了。她不会，她很聪明。
先生，再聪明的人陷入爱情，也是会患得患失的。您这样不解释，迟早会出问题的。花颜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夫人，库房那边有笔支出需要您过目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我先去忙了。是谁？给我下来！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碰到花瓶了。不要再有下次了。是，多谢花小姐。你找我有事？那个香炉的事。荣旭，我还有事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他这是在躲我。看来应该是的。我说吧，你不解释肯定是要出问题的。闭嘴！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那杯花茶里检测出有少量半夏，虽然量不致死，但服用过量就不好说了。那花颜您放心，我已经让家庭医生以日常体检的名义检查过了，花小姐的体内没有半夏。您送来的那杯含有半夏的花茶，应该是花小姐第一次遇到。我从不相信任何意外。刚刚那名佣人，还有那杯花茶，你都给我好好去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的手伸进了我的院子。是。那个香炉的事，荣旭是在跟我道歉，那这是不是证明了他对我也不是毫无情意？与其在这儿瞎猜，不如自己亲自去验证一下。夫人要出门吗？需要我帮忙吩咐备车吗？对，王妈，我要回我父亲那儿取点东西，您帮我备车吧。好。奇怪，夫人平时出门都是只吩咐一声，这次怎么说的这么清楚？逆女，不想要你妈妈的遗物了吗？糟了，夫人独自回娘家，那这不是回老虎窝了吗？家主不好了，夫人独自回娘家了。回家。逆女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哎，我一般跟别人也不是这个态度，也就只有对你。你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呀？父慈子孝，父慈在先，子孝在后，您可别搞错了因果。自从我跟荣家订婚以来，您可没少从中捞到好处。那
我妈的遗物可以还给我了。不可能！你妈的遗物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，一切都是花家的东西。您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，放肆！不让干放肆的事情，我也干得多了。怎么，难不成你还想打死我呀？我今天一定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来人，上家法！你敢？我是你老子，你看我今天敢不敢？打！花家主，好大的脾气！花家主，好大的脾气啊！荣旭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我夫人怕是走不出这花家大门了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华言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真的打她呢？就是吓唬吓唬她。确实是吓唬吓唬。我看我夫人都已经被吓得失魂了，岳父不想着好好安抚一下。是得好好安抚一下依依呀。爸爸这就去把你妈妈的东西拿给你啊。你给了她什么？你小名叫依依？是，所以你到底给了她什么东西啊？是唯一的依吗？这不重要。这怎么不重要？荣旭，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新开发的科技智能项目合作书。你疯了！你放这么一个祸害进去玩你大局？给都给了，我自有分寸。你，依依呀，你呀也该收收你的性子了，跟荣旭好好的过日子，不要再耍性子了啊！说吧，你的分寸是什么？你利用我。你之前出门从来不会主动报备，这次却主动跟王妈说，因为你知道王妈一定会告诉我。对，我利用了你，你也利用过我一次，我们扯平了，可以重新。花言，如果我今天不去花家的，你难道真的要挨那一顿打吗？你知不知道那个鞭子上他有？那你会不来吗？荣旭，气里的事情，我的论证得到了结果，但我不甘心被利用，所以我也利用了你一次。我们扯平了，可以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疯子！荣旭，我之前问过你一个问题，现在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相信爱的存在吗？我之前就说过，
存不存在不重要，这种会让掌权者有软肋的东西，不应该萌芽。你真有病！先生，我不明白。我今天看到六芒星图腾了。六芒星图腾？那不是荣家嫡系每个人手上都有的，从小培养的一支办事队伍的标志吗？没错，在花文斌身边保镖的手腕上有那个图腾。花家。从那杯茶开始，我就有所怀疑，直到今天我看到那个图腾，我就确定荣家已经有人对花颜出手了，并且手已经伸到了花家。可是为什么要对花小姐下手？因为对方不确定花颜在我心中的重要性，这几次出手都只是试探，一旦确定我的心意，就有拿捏我的软肋了。我会尽快查清楚，永绝后患。不，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一挺，后患就绝不了。所以，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能有喜欢的东西的，很危险。你能明白吗？那您对花小姐是不喜欢，还是不能喜欢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结果不都是那样？荣家是我脱不开的责任，我不可以把它拖进我的泥潭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去找人沏壶茶，送到我的房间。好。荣旭，我可不是胆小鬼。先生，二爷将您准备裁掉的产线过渡给了花家，花家接手，成为了最大的合作方。还挺聪明啊，与花家捆绑，这样我就不会轻易动手。接下来如果继续我们的布局，裁掉产线，外人都只会觉得您冷血无情，连亲家都能下手，以后谁还敢跟着咱们？都怕只会被卸磨杀掠。曲线救国，看来我二叔对家主之位还是不自信。现在无论如何都只能阻止荣二爷拖花家下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花小姐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就是让荣旭爱上。啊，花颜，别开这种玩笑。怎么？你不敢？别多想，我只是想说，要破局，只能让花文斌自愿退出。可是荣敬山以重力诱导花家，什么样的重力，比不上一个和荣家家主恩爱，并且渴望父爱的荣家家主夫人带来的利益源源不断呢？要吃肉还是跟着喝汤？我想应该很好选择的吧。你想在花文斌面前演戏？演戏？你要这么说也不是不行。先生千方百计隐藏爱意，就是为了不让人把注意力转移到花小姐身上，怎么可能同意这个明目张胆的活靶子行为？这不可能。演个戏而已，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，为什么不行？没有为什么。荣旭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？
没有。那，你讨厌我？要不然，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拒绝？我怎么可能讨厌你？那好，那就按照我说的来。明天有一场慈善晚宴，你陪我去。保护花园的人，再多派一班人手，3班，24小时轮流保护。是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发现了，尤其是荣家人。明白。接下来要拍的是本场的重头拍品，象征大地用亿万时光酿造的液态夕阳，也是炙热爱情的象征。13.14克拉的无烧红宝石，起拍价520万。你今天尽管举办，打造人设这事儿就交给我来，保证你今天是爱妻第1名。620万。660万，720万，760万，820万，1000万，1000万。这个人是你找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就像这种克拉数和品相的宝石，800万顶天了。在座的都不是傻子，如果不是为了爱情的噱头，谁会一掷千金？你马上就会变成那个大傻子。罗先生，举牌吧，记得爱妻人设哦。这就算是让你嘴硬付出的小小代价吧。1314万，1314万。花家主，您可真有福气啊！这女儿是未来的荣家家主夫人不说，2个人还这么恩爱，您可要跟着飞黄腾达了。过奖过奖。这花园还真是有本事啊，居然哄得荣旭一掷千金，就为了买一个有爱情噱头的垃圾。花颜不愧是我女儿，有本事。我看您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姐姐她可没有把自己当花家人。那个项目是越过荣旭跟荣二爷合作的，还是有些风险。倘若是花颜跟花家一条心，还跟荣旭感情好，那我还跟什么名不正言不顺的二爷合作，直接抱女婿的大腿不就行了？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。依呀，你说说你啊，自从订了婚，进了荣家的门，也不回家看看，爸爸很想你的。您还会想我呀？您不是只有花月是一个女儿吗？你也是我女儿，爸爸怎么会厚此薄彼呀？哎呀，人家姐姐可是跟荣旭订了婚，飞黄腾达了，怎么可能还不想回到花家呢？走吧，爸爸。既然妹妹这么不情愿，那我还非得回去看看。你也不怎么回来，多吃点啊。哎呀，还记得你小时候啊，就爱吃爸爸做的鸡蛋羹，今天啊，特意给你做了一份，在厨房蒸着呢。您还记得？你是我第一个孩子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话都说不利索，手里拿着2个鸡蛋，到处找我，让我给你做鸡蛋羹，谁做了都不行，就得爸爸做。今天啊，你一定得尝尝，尝尝爸爸的手艺有没有退步。好，果然还是那个重感情的孩子，抠抠手就过来了。
拉拢花颜，不怕从荣旭手里得不到好处。华文斌，我早就不是像小时候一碗鸡蛋羹就能收买得了的人。爸，你千万别被花颜给骗了，他那么恨花家，肯定是别有用心的。荣二爷跟您的合作，那才是实打实的理。至于花颜跟荣旭嘛，我想他们两个肯定是故意在你面前装恩爱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看来我还得试一下花颜和荣旭的感情有几分是真的才行。哎呀，来，依依，过来吃吃。哎呀，谢谢爸。荣旭，百忙之中过来啊！来，荣旭，先坐下，坐下再说啊。哎呀，荣旭，来见依依了。是。小两口的感情是真好啊。对了，明天就是依依的生日，你怎么安排的？糟了，明天根本就不是我的生日，这老头子狡猾的很，是他说来就来。生日？完了，出师不利啊！还没跟荣旭通信呢，老头子就先发制人。爸，那个……爸，您是不是记错了呀？依依的生日不是在1周后吗？这么多年，就没人记得我生日，荣旭他居然记得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是我记错了，哎呀，爸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带依依回家了。吃完饭再走吧。不用了。爸，我们就先回家了。好。我来吧。小心。听不懂我爸的试探，看不懂我的示意，却能脱口而出我的生日。荣旭，你不对劲。哦，了解合作方生日是常规操作。合作方？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的人，知道合作方的生日？先生，您不进演艺圈是对的。那你还挺敬业。对了，你爸态度怎么样？初步相信，不过那老头子狡猾的很，估计对我们的感情还是有所怀疑。我们得再加把火演戏，只有让他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，他才可以放心的退出和荣晋山的合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继续配合你演戏的。这还用加把火演戏？我看收着点才对。走。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在演戏。爸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花颜自导自演的。荣旭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如果照你所说的话，我们和荣二爷的合作暂时还不能退出啊。
啊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听说你跟荣旭的感情出了点问题，我很担心你，所以来看看你。听说？爸，您是听谁说的呀？该不会是妹妹说的吧？啊，这……爸，您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？您这样质疑我和阿旭的感情，他可是会生气的，是吧，阿旭？你正经一点。演戏的，认真点。对啊，爸，你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？我跟依依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爸，我们的感情好着呢。阿旭，我想喝你亲手泡的茶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爸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虽然家里有保姆，但是阿旭他就乐意亲手给我泡茶。他说这是心意问题。花颜，你演的还挺像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俩是真爱。今天我一定要戳穿你的真面目。爸爸，我去上个洗手间啊。荣旭哥哥，你说姐姐也真是的，你可是荣家的家主，怎么能使唤你做泡茶这种小事呢？姐姐从小就喜欢喝玫瑰花茶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变过。是吗？那当然。花颜，你的未婚夫连你玫瑰花过敏都不知道，我看你待会儿还怎么把恩爱戏码演下去。哼！来，谢谢阿旭。哎呀，姐姐，姐夫他这么爱你，居然不知道你玫瑰花过敏啊！依依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明显是花月在挑拨离间，您看不出来吗？你胡说什么？爸爸，他这个就是恼羞成怒，不信你就看看他杯子里是不是玫瑰花。你别胡说八道呢！花颜，你就承认吧，荣旭啊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们两个就是在演戏。有妄想症，就去治治脑子。爸，连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哎，依依呀，你就让我们看一眼就是了吧。我倒要看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。依依对玫瑰花过敏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又怎么可能亲自在里面放玫瑰花？这怎么可能是红糖水呢？我亲眼看见他把玫瑰花瓣放进去的。爸，怪不得你要越过阿旭和二叔合作呢，原来是不相信我呀！既然您不相信我，那就连着阿旭牵头的智能科技项目也一起退出吧。你装什么？这是什么话嘛？爸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合作就是爸一时糊涂，我这就通知法务部退出这个项目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爸，你别被他们给骗了。闭嘴吧！爸这就回去终止和荣二爷的所有合作关系。走，走吧。人都走了。哎呀，这演个戏还真累啊。不过你还挺随机应变的嘛。不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，
干脆就用红糖水来替代。正好这2天是生理期，连老天都在帮我，不是吗？是。什么老天帮忙？我看是你荣旭帮忙。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，早晚给你撬开。荣旭，你上次摆了我一道，还夺了我的权，我倒要看看这次我递过来的刀，你到底接不接得住？老同学，不是说要给我过生日吗？你人呢？依依，你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一进来就知道了。哎，这谁呀？好久不见。不知道哪个大嘴巴把我们要给你过生日的事情宣扬出去了，花月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但是别人不知道他德行，只以为你们是姐妹。要不然你还是走吧，我怕他又折腾出什么幺蛾子。我要是先走了，你这个组织者多下不来台。没事，待会儿我就要看看他到底还闹出什么笑话。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姐。先说啊，我可是支持你当我姐夫的。今天可要好好把握机会。不是，风雨他要干什么呀？他不是圈子里的，估计不知道我已经订婚了。花言嫁给我。这么淡定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喜欢花言。那就好办了。没有感情的合作可是一戳就破的，也不枉我花费了一番功夫把荣旭引过来。风雨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风雨，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是花月没有告诉你我已经订婚了吗？订婚？我不知道，抱歉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不小心把你牵扯进来了。要不你可以先离开，我会去跟他们解释这一切都是误会的。不会让你尴尬的。好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解释的吗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我魅力大，订婚了，还有人求婚啊？你正经一点。行，
这个连玩笑都不开，真无趣。荣敬山跟花月联手了。哎，联手这个词用的可不对啊！以我那便宜妹妹的智商，收编更恰当一点，用词要严谨。好，我下次记得了。不过，荣敬山联合花月搞这么一出，是为了干什么呀？难道就是为了看你未婚妻被表白，而你无动于衷，来验证我们是在演戏？无动于衷，有可能是因为没感情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觉得失了面子。我觉得我花颜的绯闻明天就要满天飞了，而你，荣家家主，对待我这个让你丢了面子的未婚妻，一定是失望至极，然后我俩从此决裂，不死不休。然后我未婚妻的娘家在无奈之下就只能站队荣家二爷，至此彻底决裂。荣旭，怎么了？你居然会开始接我的玩笑话了，有进步呀！那么荣家主，你对于你未婚妻被表白这件事情，有什么想发表的吗？有没有滋生出嫉妒、惶恐的情绪萌芽呢？哎，算了，胆小鬼，肯定没什么想说的，我先去休息了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花颜的绯闻，荣旭本来就不喜欢他，现在啊只会更讨厌他。他们俩解除婚约，势在必行。到时候你就能如愿嫁给荣旭。到时候家主夫人可就是我，所有人见了我都得毕恭毕敬。我现在就回去准备准备，到时候一定惊艳四座。蠢货！荣旭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荣氏的股价变动，在这个时候再做出砍掉产线的大规模结构变动，董事会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而我就能趁这个时候截停荣旭经手的新产线，重新掌控公司。荣旭，1周以后的董事会，你还能不能当家主？由我说了算。啊，荣旭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想过了啊？怎么了呀？这是？哎，真的要这么说吗？你能不能有点职业精神？演戏呢？啊？不过了，不过了。荣旭，就因为我让你失了面子，你就要赶尽杀绝，是不是？啊？你这样合适吗你？喝点水。谢谢啊。明天就是董事会了，你准备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荣敬山不可能翻身。行，那我也去准备一下，明天美景英雄。好，荣旭，那就听你的，不过就不过，明天我们就去退婚。哼！
先生，成了，您跟花小姐制造的决裂烟雾弹，让荣敬山成功放松了警惕。我们的人渗透到他们的核心团队里，明天一定能让他翻不了身。好，让保护花颜的人绝对不能放松。明天要确保花颜安全到达公司。哦，还有，不能让荣敬山狗急跳墙。您都嘱咐了800遍了，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明白。但是先生，既然您这么担心花小姐，为什么还要答应她，让她参与到您一直以来的计划里呢？她是荣家一份子。等您解决了荣家那些有异心的人，彻底把荣家掌握在手心里之后，您再对她表达爱意，就不会再让她有危险了，对吧？没错。先生，您之前都不会理会我这些调侃的，今天竟然……我生在荣家，虽然多有禁锢，但是因为无欲无求，一向也是游刃有余。只是他的到来，让我不再想兵行险招，总想着稳妥些，再稳妥些，去护他周全。但实际上，他是能够与我并肩前行的人。花颜，你这么聪明，一定会明白我的心意的。等明天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你，你一直想要的那个答案。龙董好大的架子，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等着。会议时间提前定好的就是9点，现在刚好9点。今天跟大家召开董事会的目的是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是全面裁撤荣氏冗余旧产线，加大智能科技产线的投入。荒唐！你知道你裁的是什么吗？你裁的可是荣氏发家的根基产线，你怎么想的？各位手中的是产业近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部门财务状况，从几年前开始就入不敷出。我不知道荣氏有什么理由养着这么一群废物。阿旭，你还年轻，产业的盈利与亏损是要根据风向调整的，你不能盯着眼前的这点得失。是啊，荣董。是啊，阿旭。你也不能因为你想推进自己的项目而砸了你眼前这些叔伯的饭碗吧。诸位，阿旭虽然是我的亲侄子，但是我也不能偏颇，因为阿旭个人原因导致的股价亏损，他不但不想办法来提升荣氏的股价，反而还一心想要揽权，裁撤掉荣氏发家的根基产线，实在不像话。荣董，这事儿你做的确实有失分寸，家里的事儿闹到台面上，让人看笑话。是啊，荣董。作为荣氏的股东，我提议进行新一轮的投票，选举出新的董事长人选。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都毁在一个毛头小的手里。我赞成。我也赞成。阿旭，股东会里全是我的人，你现在没有花家做帮手，我看你怎么翻盘。哼，没想到我们夫妻的私事会被放在这么庄重的会上讨论。他们是在演戏，根本就没决裂。
冒昧参会，实在是我一个本分的小女子，背不了这么大一口锅。你什么意思？荣二爷，您身边的人没有告诉您，荣氏股票波动是因为荣旭带头牵领的智能科技产线开项，股民信心大增，导致了股票涨停。二爷，荣氏因为荣旭跟华荣决裂，导致股票大幅波动，股东们情绪激烈。荣旭那边什么反应？荣旭现在自顾不暇，新项目开发完全停止，想必没办法对旧臣先动手。你背叛我！哼！二爷，您说笑了，我一直都是荣先生的人，何来背叛呢？哼！哈哈哈！好。既然股价证明了阿旭的决策是正确，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各位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二叔，别着急啊。这第一件事是裁撤产线，第二件事是关于你的。荣敬山先生，你涉嫌利用职务非法侵占公司财产、谋取暴利等多项犯罪行为，请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别动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各位，今天对于裁撤产线的事情，可还有异议？没有的话，就散会吧。哼。你看什么呢？看你啊。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刚才在会上对你持反对意见的可不止你二叔一个人，其他人你不管啊？不斩草除根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。助理会处理好一切的。那你干什么呀？花颜，你昨晚是不是没睡着啊？花颜，我想说，我相信阿旭，我们都让花颜给骗了，他一直在演戏。什么演戏啊？阿旭能改了荣家的规矩，是你在背后帮忙，对不对？对。母亲，荣家的规矩早就改。你闭嘴！你这孩子，为了帮阿旭，不惜糟蹋自己的名声，实在是太不划算了。我们都让你给骗了，还真以为你品行恶劣。我也是收到阿旭改了荣家规矩的消息后，才意识到你这么做的目的。母亲，这一切都是我想改，花颜她只是配合我。这些都是你设计的？是。那这些天花颜的绯闻，你俩的闹掰？那个呀，都是为了扳倒二叔演的戏。亏我还担心你这臭小子不开窍，误会花颜，秀都不看了就赶回来，合着是你们小两口的小情趣呀。所以您说的花颜一直在演戏，是说她改荣家的家规？对呀。说到这儿，我可得好好说说你，真是翅膀硬了，不是不让你改，是要缓改，要慢改，有节奏的改。你这以牺牲花颜的名声为代价，我非常不认同。母亲，您不反对啊？我为什么要反对？我早就看那些规矩不顺眼了，要不是你爸走得早，我在荣家没什么话语权。还有那狼子野心的荣敬山，我早就把他给改了。
母亲，那您之前为什么还看花颜不顺眼？我那不是以为花颜那是在添乱吗？你刚当上家主不久，内外虎狼环绕，都盯着你。我以为他是来砸场子的，没想到你有自己的谋算。花颜，你是个有本事的孩子，但怎么能糟蹋自己的名声去陪他胡闹呢？女孩子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本就诸多坎坷，你这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吗？阿姨，我不在乎那些。名声只有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是需要维护的。当站在权力顶峰，自然会有人替你撰写。先生，因为二爷早期滥用职权，在核心岗位安插自己的人，向下渗透较多，所以现在职位空缺也比较多。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在加班加点补位了。我这个好二叔，在背地里干的好事，都快把荣氏漏成筛子了。职位替补人员选择要慎重，我不希望再出现之前的情况。明白，这是核心岗位替补人员的资料以及背调结果。核心岗位替补人员，其中有3个都有过在图迷科技公司任职的经历。这个图迷科技到底有什么来头？我正要向您汇报，这个图迷科技非常神秘，是这2年才在荣城异军突起的。背后的控股人据说是荣城本地人，但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。让手下的人多注意这个图迷公司。好，那这3个候选人留下来。是。我们的人已经顺利进入荣氏，只是想要进入核心圈层还需要时间。不着急，图迷科技已经低调了这么久，不差这一会儿。荣氏内部大洗牌，给了我们安插人手的机会，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让其中3人各地表明曾任职于图迷科技呢？以荣旭的手段，会连区区几个职员的背景都查不出来吗？越是藏，越是会引起他的怀疑。不如真假参半，大大方方的显露，反而能打消部分怀疑。让他们不用着急，荣氏本来就是最难啃的骨头，我们有时间慢慢来。好。你回来了。怎么不回屋里睡啊？太累了，还没来得及回去。太累了？你白天做贼了，晚上这么累啊？荣旭啊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不争气了。为什么？你现在花里花气的，要不你改个姓得了？姓花？行，那以后啊，整个荣城都跟你改名叫花城吧。我真有此意啊。看来你白天真是累坏了，现在啊都开始胡言胡语了。我给你按摩一下吧。转过去。荣旭啊，你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吗？在干什么呀？在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需要我收购了再帮你开个后门吗？剧本杀游戏，讲述的是一个王朝更迭的故事。玩家呢需要带入朝中的一个身份，有皇帝、权臣等等。玩家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颠覆者，结局是要么保住王朝，要么彻底推翻它，建立新的秩序。那你是什么身份？权臣还是世家小姐？我选择的是医女，是那个隐藏的颠覆者。医女？医女怎么颠覆王朝啊？既没有兵权，也没有财权。正因为他们没有权，所以才没人防着呀，才更好动手。哦，那说来听听。医女可以接近皇帝，给权臣诊脉，
甚至可以出入后宫。他不需要舞刀弄枪，只需要给皇帝的药里加入一味慢药，让他日渐昏困，给全城的药材中改一味药材，让他与政敌产生嫌隙，再给后宫的嫔妃吹一点枕边风，就可以让整个朝堂人心惶惶。哦，那你这个颠覆者最后成功了吗？游戏还没玩完呢，下次带你一起玩。但是你可千万别选皇帝啊，太容易被我毒死。你舍得毒死我吗？我怎么会舍得毒死你呢？但是要遵守游戏规则，不毒死你这个皇帝的话，我还怎么颠覆朝野？原来你这么狠心。说一个野心家狠心，我会觉得你是在夸奖我。如萱，你会选择当这个皇帝吗？依女大人，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时候讨论当不当皇帝这个问题吗？如果我当皇帝，我也是那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。玩家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颠覆者，结局是要么保住王朝，要么彻底推翻它，建立新的秩序。顾晨，进来一下。先生，你有事找我？最近新进公司那批人表现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几个核心部门的储备人员考核成绩都很优异，考察期后可以安排他们进核心部门任职。一切正常？对。先生，您是对他们不放心吗？要不我先把他们安排到边缘部门评级过渡。不用了，按照正常晋升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密切关注那3个在荼蘼科技有过任职经历的人。好，我会安排专人跟进的。还有啊，再加派一批人，跟进所有荣城与荼蘼科技合作的项目，务必要挖出他们的实际控制人。是。霍言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别以为你进了荣家就可以在花家作威作福，你别忘了你们还没有结婚呢。怎么，打你我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别以为你之前干的那些破事没人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现在还没有正式嫁入荣家，那我也是花家的正牌大小姐。这男人都是3分钟热度，等到时候荣旭玩腻了，看你这个花家正牌大小姐还怎么嚣张。哟，你这是在诅咒花家和荣家的关系迟早破裂呀！呵呵，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爸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就只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已。你闭嘴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你看看你们，哪儿还有一点淑女的样子？哎呦，爸，是花言他先找事的。哎呀，你闭嘴吧！快回屋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哼。依呀，月月还小，你不要跟他计较。爸爸答应你，日后啊一定会对他严加管束。希望您说到做到。爸爸什么时候失约过呀？之前啊，爸爸还担心你因为绯闻的事情跟荣旭闹矛盾呢，没想到啊，你是在演戏。你说说你，也不跟爸爸通通气儿，害得爸爸瞎担心。您就直接说吧，这次把我叫回家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还是你最懂爸爸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花甲虽然是进入了荣家的心项，但始终在外围打转，接触不到核心的内容。所以，你到底给了他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新开发的科技智能项目合作书。你疯了！你放这么一个祸害，进去让你大权。给都给了，我自有分寸。确实有分寸。你跟荣旭感情那么好，替爸爸说几句好话。爸，我虽然和荣旭的感情好，但上次因为妹妹那件事情，在荣家人的眼里，您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他们还想着
让我断了和花家的关系呢。荒唐！你是花家的女儿，哪能说断就断的？哎呀，爸，我也不想啊。可是我既做不了荣家的主，也做不了花家的主。但是想靠着我去维系好荣家和花家的感情的话，这属实有点困难。那你想怎么办呀？爸爸，这不是我想干什么，而是您怎么想。如果呢，我是以拥有花家的股份、花家受宠的女儿的身份进入荣家的话，那花家和荣家的关系自然就不需要用那异变的感情去维系了。您觉得呢？花言毕竟是花家人，维护好跟他的关系，让花家跟荣家把定的深一点。即使以后荣旭厌弃了花言，但是跟荣家的合作是实打实的，割舍不断的。嘿嘿呀，是爸爸疏忽了。这样，爸爸明天就让律师起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怎么样？那就谢谢爸爸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爸，你居然给花言股份！小孩子家懂什么？我不管，你给了他股份，那我也要。我们两个人不和，人尽皆知，你只给他不给我会被嘲笑的。胡闹！股份是让你们姐妹斗气的东西吗？爸，花言因为您出轨导致他母亲自杀的事情，早就恨透了你，他怎么可能跟你一条心？你给他股份，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花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花言对我的态度一直是捉摸不透。他那么聪明，万一哪天知道了他妈妈根本就不是自杀，势必会恨上我。但是不给股份，现在就没办法跟荣家绑定。爸，您只要把股份给了我，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肯定比花言听话。给他股份，让他跟王家联姻，王家也能算作我的保障。就算花言知道了真相，王家肯定不会反水，毕竟当年的事，王家也参与了。哎呦，爸爸！好，给他也给你。谢谢爸爸，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月月呀，股份也不是白给的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呀，也到了适婚的年纪了。爸爸给你物色了一门亲事，对方呢是王家的长孙。这王家呢，在荣城的根基是很厚的，你嫁过去啊，不会受委屈的。爸爸，谁不知道王家的长孙是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废物？你让我嫁给他？我不嫁。这王家呀，在荣城的声势是大不如前，但是他在荣城的人脉是盘根错节。那个王尚再不济，他也是王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你嫁过去，不但能拿到股份，也能帮衬家里，这是你身为花家女儿的责任。可是我……哎，好了，你的身份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，嫁到王家也算是高攀了。你呀，要明白爸爸的苦心。好了，爸爸明天就起草股权转让协议，这些天呢，你要安分点儿，不要再给爸爸惹事了。哎，老东西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姐，到手了。不错，果然聪明。我一条消息就知道我想干什么。爸爸，这不是我想干什么，而是您怎么想。如果呢，我是以拥有花家的股份、花家受宠的女儿的身份进入荣家的话，那花家和荣家的关系自然就不需要用那异变的感情去维系了。您觉得呢？这样，爸爸明天就让律师起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怎么样？那是从创立荼蘼科技，再到跟荣旭订婚，搞垮荣敬山，我跟姐姐都并肩那么久了，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那是从创立荼蘼科技，再到跟荣旭订婚，搞垮荣敬山，我都跟姐姐并肩那么久了，这点默契还是要有的。
不过你之前不是说慢慢来，花家最后再动也没事，怎么突然就要花文斌的股份？你自己撞上来的，想让我吹枕边风，不付出点代价，怎么行呢？不愧是你，3两下的就拿下了他的半壁江山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花文斌会因为你争风吃醋就把股份给你？那个老东西啊，他想把我卖给王家，让他们脸都不要，畜生！犯不着跟他生气，等到我们完成计划，把荣城世家洗牌，到时候啊，就不用看他惺惺作态了。没错，只是这一次，他居然连慈父人设都不要了，执意要把我卖给王家，这有点奇怪了。这个王家一定不干净。我母亲的遗物里的证据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王家，但是王家作为世家的一份子，肯定是不干净的。伤害我母亲的这些人，他们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姐，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妈都不告诉我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能不能不要瞒着我了？小月，当年的事情，是我对不起你和月姨。杜小姐，我不知道文斌他有家室，他跟我说他是未婚，我又有了月月，我才跟他回来的。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破坏你的家庭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带着孩子离开。慢着，秦小姐，你现在还有工作吗？没有，自从怀孕后，花文斌就让我把工作辞了，安心养胎。既然现在没有工作，就留下吧，至少保证孩子的安稳生活。你不怪我，你也是受害者，我该怪的难道不是在背后隐身的男人吗？花文斌的德行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很喜欢茉莉，但是茉莉开得再盛，也挡不住底下的烂根。花文斌就是那烂根，跟你我无关，不是吗？苏小姐，谢谢您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。不用感谢我，我还不知道这样留下你，会不会害了你。脏死了，太脏了！真是太脏了！婉姐，你怎么了？什么太脏了？小月，婉姐，你怎么了？什么太脏了？小月，我拜托你一件事好不好？婉姐，你说，这些世家就是吃人的泥潭，一旦踏进去，就别想干净着出来。妻子、女儿都会是他们交易的物品，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。你带着依依跟月月赶紧走。婉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是华文斌。小月，你听我说，待会儿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配合我就好，不要管为什么，我不会害你。我信你。好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？不过是想取代我成为花家的主母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自己没本事，还不让别人上位，难怪文斌厌恶你。你说什么？看看你，哪还有一点花家主母端庄的样子，简直就是个泼妇！你泼妇？华文斌，你就是畜生！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好好在这反省一下吧。走。
肮脏的东西就应该见一见彼岸花开。景月，苏婉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什么？苏婉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什么？那个疯女人啊，她一直在骂我，插足你们的家庭，跟个泼妇一样。文斌，你什么时候跟她离婚，娶我呀？放心吧，她碍事的时候不多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跟华文斌一起的，不应该是其他世家的人吗？他们来干什么？他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能留了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是看你带朋友回来，想着问问需不需要帮忙准备一下晚餐。不用，你去酒庄帮我拿2瓶酒回来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家里不是有酒窖吗？让你去你就去。好。放心吧，他碍事的时候不多了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能留。不好，晚间有危险。我找人来救你！我打120，我打120。将军，先别烧10分钟去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我这辈子都当不上国家主母。我跟他说，我要跟他离婚，娶你。他一时想不开，就跳楼了。来，起来。听着，发生这一切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你而起。不过我不怪你，你只要安分守己的，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好吗？好。走。无有幻术，终得陨落，怪不得旁人
我去，芯片，首饰里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文斌，我错了，我就是看婉姐留下来的首饰，价格不菲，我想戴一下。死人的东西，你也不嫌晦气。明天我让人给你送副新的来，你就踏实的在家里待着吧。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婉姐拼了命藏起来的证据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。自从那天晚上去拿首饰后，花文斌就一直明里暗里的试探我，婉姐死前到底有没有跟我说过什么？他应该是怀疑上我。妈，妈，你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月月，你爸爸这几天有没有找你啊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学校。你不是说苏妈妈去世了，怕妍姐姐难过，让我在学校多陪陪她吗？花文斌还没来得及对孩子们下手。你姐姐在哪儿？楼下呢。叫你姐姐过来，你在外面等着。哦。月姨，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依依，过来，月姨有2句话要跟你交代。好孩子啊，月姨知道，婉姐去世以后，你一定会很难过。最近外面的人都说，都是因为我，你妈妈才跳楼的。你会怪月姨吗？月姨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妈妈跟我说过，你跟小月也都是受害者，我能明辨是非的。我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我也不怪你。婉姐是个很好的人，她把你教养的也很好。月姨，我觉得我妈是肯定不会自杀的，她肯定是发现了什么，然后被人杀害的。月姨，看您的反应，我就知道我猜的肯定没错，您一定知道些什么，对吧？你真的很聪明。一群畜生！我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。好孩子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定懂得韬光养晦。在没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之前，一定不要打草惊蛇，去找花文斌拿你妈妈的遗物。月姨，我知道的。那按照您说的，我爸花文斌他已经有所怀疑了。如果我们不打消他继续查下去的念头的话，那我们都会没有活路的。这件事儿，我自有办法。你是个孤女，自从被花文斌哄骗后，也没了工作，只能迂腐于他。这张卡是你妈妈这些年明里暗里对我的帮助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月姨，这我不能要。你拿着。你要想帮你妈妈报仇，就必须得有你自己的势力。这些原本也是你妈妈的，
好孩子，接下来你跟月月必须因为我害死了你妈妈而决裂，只有这样，华文斌才不会对你们两个动手。我明白。那您呢？我明白。那您呢？我已经想好了打消花文斌怀疑的办法了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去帮我把月月叫过来吧，我有几句话要嘱咐她。好。依依，月姨，您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花月遗传了我，脑子没你聪明。以后要是在学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多担待一点，帮帮她。月姨，您放心，小月她是我妹妹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月姨就放心了。妈妈，月月，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死死的记在心里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管，你只要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你说吧。保护好花颜，辅佐他，但是在明面上要让所有人都认为你们已经决裂了。你讨厌他，因为他你只能做私生女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别管那么多。哦，行吧。那你呢？妈妈有一些事情要做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你们两个。什么事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妈，我怎么觉得你奇奇怪怪的？要不我们离开花家吧？我觉得你不开心，我们带上姐姐一块离开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话？我们走不掉的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，学校还有事儿呢，我得跟姐姐一块回去了。以后不能再叫姐姐了，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月月，怎么了，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再看看你。哎呀，等我放学回来让你看个够啊！走啦。婉姐，我是你死亡的见证者，只有我死了，华文斌才会放心，不再调查我们。你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被他找到。我知道你一直追求正义，我是个没有追求的人，只是想帮你，现在也只能帮到这里了。我抛下孩子们来找你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呀。抱歉，当初没发现月姨的意图。姐，这件事是我妈自愿的，而且该道歉的另有其人。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。好了，姐，不说这个了，我们说点开心的。我们安排进荣氏的人均已进入到核心岗位，就连刻意露出马脚的那3个人都已经进入到核心部门了。拿下荣氏指日可待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其他人进入核心部门，说明我们的障眼法起效了。但是我们刻意暴露的那3个人也进去了，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暴露了？不确定，但是荣旭查到荼蘼科技，这是早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可还是有胜算的。要不要我们先下手为强？不用。那你有办法打消他的怀疑？为什么要打消他的怀疑？就让他发现，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什么选择的机会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先生，这是那3位的近期动态汇总。他们进入核心部门后，一直安分守己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只处理接到的日常工作，没有试图接触任何的机密文件，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打听。没有任何动静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您的意思是，他们会不会真的只是想找份安稳的工作？之前的猜测是我们多虑了。这3个人都是荼蘼科技的核心骨干，放着高薪职位不做，偏偏要在荣氏洗牌的时候硬挤进来，只为了做个按时上下班的普通员工，这合理吗？他们越是隐忍，就说明他们背后的人城府越深，目标也就越不简单。原来您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们。3个人都来自荼蘼科技，我从不相信巧合。那您为什么一开始放他们进来？放长线钓大鱼。可是他们明明主动标注了自己的任职经历啊。哦，这是障眼法，公司里一定有他们的同伙，这件事跟荼蘼科技一定脱不了关系。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荼蘼科技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。再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需要我收购了再帮你开个后门吗？剧本杀游戏，讲述的是一个王朝更迭的故事。玩家呢，需要带入朝中的一个身份，有皇帝、权臣等等。玩家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颠覆者，结局是要么保住王朝，要么彻底推翻它，建立新的秩序。那你是什么身份？权臣还是世家小姐啊？我选择的是医女，是那个隐藏的颠覆者。医女的隐忍，颠覆者的目标，荼蘼科技的崛起。停止追查荼蘼科技的法人，现在去查花颜，查他跟荼蘼科技的关系。先生，您怀疑花小姐？这不可能吧？花小姐她……按我说的做，查仔细点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怎么从回来就魂不守舍的？啊，那个上次剧本杀游戏，所谓的医女颠覆者，最后是怎么收场的？怎么？难道荣总也想玩？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千万别选皇帝，我会毒死你的。对了，还没问过你，为什么想选医女啊？因为别无选择呀。你要是也想玩的话，千万要记得，别选皇帝。依依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啊，我是想着，都已经订婚这么久了，也该结婚了。结婚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得等到我玩完这个剧本杀游戏。我吃好了，先去忙了。依依，我们会结婚的，对吗？先生，按照您说的，从花小姐入手，查到了，花小姐真的是荼蘼科技实际控制人。真的是她。
花小姐这是想要干什么？她要是想对荣氏不利，以她和您的关系，她不是要对荣氏不利，她是要洗牌荣城，当那个医女颠覆者，建立新规则。这也太疯狂了！你先出去，告诉任何人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。把这个抱歉，华总，荣总硬闯，我拦不住。没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小月，你也先出去吧。小月，你也先出去吧。姐，没事儿，小月，你先出去吧。我和荣总谈谈。好，那我就在门外，有事叫我。看来你已经都知道了。不是你故意让我知道的吗？有3个都在荼蘼公司有过任职经历的人，同批入职，这么拙劣的障眼法，不就是为了引我去查吗？你说的很对。荼蘼科技创立在荣家和花家联姻之前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故意的，帮我扳倒二叔，掌控荣家。这都是我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设计。所以，我一直都是你的枪手。为什么是我？荣家是世家之首，而你是荣家的家主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花言，你有种！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，才把那3个人安插进荣氏的核心部门，你怎么就这么自爆了呢？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？小月，打仗靠的不是武力硬碰，而是算计人心。我听不懂，亮出自己的底牌，怎么就还说算计了？荣旭他不是傻子，他迟早会查到我们身上，还不如自己告诉他。那你就不怕他生气了，然后对付我吗？毕竟他才是世家的人。我喜欢他。啊？好好的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你是准备打感情牌？但我们的开始是彼此利用，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可我们不是要洗牌世家吗？不冲突。我喜欢他和颠覆世家并不冲突，这一切都看他自己的选择。看他是想当那个被颠覆的旧王朝，还是改变新规则的同路人。那他要是选择站在世家那边，毕竟荣家是世家之首，他不可能轻易放弃。那我就不喜欢他了呗，反正不同路的人注定不会走到一起。你能放下吗？你之前跟他在一块的时候看得出来，你是真的开心。爱情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，我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报仇，掀翻这些恶心的规则。就算他最后没有选择我，我也留有后手。真是冷静到可怕的女人，不愧是我姐。先生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荼蘼科技背后的人是花小姐，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吗？先按兵不动。你去查一查花言早些年的经历，从他留学开始，事无巨细，还有他母亲去世前后的事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是。
家主，您回来了，晚饭热在锅里，我去给您端出来。屋里为什么不开灯啊？花颜呢？是花小姐今天下午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说是您可能不想看见她，就先搬走了。不过她特意叮嘱我跟您说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随时联系她。家主，您跟花小姐是吵架了吗？您别怪我多嘴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您跟花小姐是真心喜欢彼此的，有什么话都好好说，千万别冲动啊。行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敢于说实话的乖孩子是要给奖励的。乖孩子，能有什么奖励吗？是这样吗？你这个人还挺有趣的，等本小姐退了婚，会来找你的。荣先生，你现在还敢娶我吗？花颜，骗子！阿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喝这么多酒？母亲，我好像犯了错，我爱上了一个骗子。下去吧。是花颜吗？您知道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让你这么伤心过？我自己的儿子自己还不了解，仓库里那些花茶不是你吩咐让人换的，你从来不信任何人，却把扳倒你二叔的计划告诉了他，这不是爱是什么？可是他骗了我。从我认识他开始，一切都是他设计的。阿旭，你问问自己的心，你真的是恨他骗你，还是恨他打破了你所谓的真心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在利用我，我只是他的一颗棋子。不知道，那就是最清楚的答案了。你对他爱大于恨，既然还爱，就去找他把话说清楚，总比你在这里酗酒强。母亲，你要是知道他做了些什么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他干什么了？不就是想对付那些世家？您知道了，您早就知道了。不算早就知道了，只是隐约猜到了。从他第一次来到家里，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，那股子想打破常规的劲儿，跟你父亲当年一模一样。您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您就不怕他毁了荣家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那些世家有多肮脏，告诉你你父亲的死根本不是意外。我父亲的死，我父亲不是车祸去世的吗？是车祸，但不是意外。当年他执掌荣氏，根本不肯跟这些世家同流合污，还收集他们的证据，结果没等他行动，就出了车祸。这事儿爷爷也知道。他不仅知道，还亲手参与了，就是为了他巩固他所谓荣家的地位。那时候你还小，我没有能力和你强势的爷爷争夺你的抚养权，只能看着你
被他培养成他所谓合格的继承人，教你如何跟那些世家周旋妥协。这些事情，您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你父亲不想让你过早的沾染这些黑暗，我也不想。直到你接手荣氏，打破了你爷爷的旧规，我才知道你小子没有被那些世家的歪风邪气所同化，跟你父亲一样，心里有杆秤。那花言，一开始我并不打算让你娶她，因为那是你爷爷定下的婚约，但我不能明目张胆地违你爷爷的意思。后来我发现，他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他跟他的母亲一样，都是很好的人。这些年，你在荣氏内部清理障碍有多辛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在局外看得很清楚，你爱他，也需要他，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？母亲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也希望你是发自内心的。姐，荣氏动手了。他做了什么？他把我们安插进荣氏的人全都晋升了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他选择了我。我回来了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我妈没跟你说吗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行，那我走。看来是我会错意了，打扰了。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怎么，荣总不是不愿意搭理我吗？现在又拉着我干什么？你是因为我把你那些人都晋升了，所以才回来的，对不对？要是我没有这么做，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？还能因为什么原因啊？花言，你有没有戏？荣熙，其实，在接到你晋升他们的消息之前，我也很紧张。你还会紧张？在你利用我的时候，我也没觉得你紧张。你不是也利用了我吗？你利用我扳倒你的二叔，巩固了你的地位，我们之间从一开始不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吗？我那不一样。其实，就算你不选我，我也有后手，照样能推翻那些世家。但是，我也很害怕，害怕你不选择我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我想听你说。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一起走接下来的路。我怕你选择了那些世家，我们就彻底没有可能了。花言，你是真的害怕吗？是真的紧张吗？难道不是你觉得你已经吃定了我最终一定会选择你吗？原来在你这里，我一直都是在被坚定选的呀。在我这里，从来都没有选择题，你是我唯一的答案。可是你不是我唯一的选择，我的步履不会停的。荣旭，我给你讲讲我妈妈的故事吧。我妈妈发现了他们的肮脏，想要揭露他们，被他们给害死了。月姨为了守护妈妈留下来的证据，也自杀了。还有很多被世家迫害的人，他们拼了命的把搜索来的证据交到我手上。这条推翻旧制之路，注定掺杂着太多人的血和泪，我是不会停下来的。花言，你不是说过，
你想跟我一起走接下来的路吗？是，但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。如果你选择了我，就注定要和那些世家体系为敌。你确定要跟我一起走这条无法回头的路吗？华言，我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世家的肮脏，害死了你的母亲，也埋葬了我父亲的理想。咱俩早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。这辈子，我就认定你一个同路人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披露在太阳之下，让荼蘼花开。三叔，这就是你说的，即使我不选你，你也有后手。对，其实三叔跟我妈妈是大学同学，当年也是他帮助我妈妈收集证据的。后来妈妈去世后，也是他帮我开了荼蘼科技。原来你们早就认识，怪不得一直说你有后手。这么多年，他就一直在荣氏帮你布局。那之前我查你安插的那些人，都是障眼法。原来核心棋子一直都是三叔。是啊，阿轩，你父亲生前就总说，荣氏要有荣氏的风骨，可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。不过好在你愿意站在花小姐这边，这也算是圆了他曾经的遗愿了。那您跟二叔他嘛，不过就是我摆在台前的靶子，是为了转移你爷爷和那些老狐狸注意力的。这些年我假意与他虚与委蛇，实则我是在暗中清理荣氏的蛀虫，要为你们把路给铺好。三叔，是您的帮助，才让我们这么容易扳倒三叔，掌控荣家。我这个做叔叔的，怎么着也要帮你们把这盘棋给盘活了。不过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，接下来的路还要靠你们。三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荣城有5个世家，荣、王、花、孙、刘，其中孙家和刘家又与王家是姻亲关系，隐隐有以王家为尊的架势。那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王家。这个王家早年靠倒卖古董发家，后来又靠着联姻洗白，表面上做着文化产业，暗地里还是做着走私文物的勾当。我妈当年查到的证据里，就有他们与境外团伙交易的证据。这个是我让人查到的近期王家动向，他们最近在跟一个叫鬼手的境外组织连接，在准备一笔大交易。鬼手，我听过这个组织，听说是专门倒卖被盗的国家级文物，手段狠辣，之前去调查他们的记者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既然他们自己扑上来，那我们就顺水推舟，把他们彻底掀翻。不过王家跟其他几个世家暗中勾结，我们不能贸然行动，得先布个局。你有主意了？我已经让顾晨联系了文物局和警方，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交易证据，再加上你母亲之前留下的，就能把他们一次锤死。只是他们肯定会有防备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潜入仓库，拍下交易过程。我去，我之前学过侦查和潜入，一定不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好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会派人接应你。明白。那姐，那我干什么呀？你拿着股份回花家，花家需要换一个领头人了。
等顾晨拿下王家，孙家和刘家势必会反扑，到时候你需要让花家和荣家站在一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，我的好女儿，会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召开股东大会，拔出了我董事长的职位？哪来的股份？哪来的股份？姐姐给的。你姐姐？花颜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俩……爸爸，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看见苏妈妈和我妈一直在看着你吗？你都知道了。那花颜，你以为姐姐为什么要给我股份？你们俩早就知道，所以你们俩早就联手了。没错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妈妈和苏婉，不是我杀的，他们是自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自杀？到现在都还在撒谎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留不得了。你说过的这些话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他跟王家合作走私文物，这事也不是你干的吗？不把女人当人，妻子、女儿都可以是交换买卖的工具，这事也不是你干的了。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。那你就不能怪我了。早就知道你是个渣男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毫无防备？这下好了，你蓄意杀人的证据也有了。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配吗？当年你把苏妈妈的遗物藏起来，威胁姐姐嫁入荣家，后来又想把我嫁到王家换股份，这么多年，你什么时候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啊？我叫了你这么多年的爸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不过呢，你放心，姐姐现在忙着跟荣旭处理王家的事情，没空见你，你也不用太过心急。等你进了监狱，有的是时间好好回忆回忆你这辈子干过的龌龊事。带走！放开我！你这个逆女！花家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，王家那边也得手了。王家倒台的消息立马就会传出，整个荣城的世家圈子里，最慌的应该是孙家和刘家，他们跟王家有30%的资金往来，王家一倒台，他们的现金流已经出现了缺口。我会让荣氏放出消息，文化产业园项目是政府扶持的重点民生工程，有文物局背书，前期投入50亿，后期回报率能够达到40%。刘建业和孙振海都是出了名的贪利，肯定会动心。光是有诱饵可不够，得有双重保险，把王家和刘家还有孙家的资金往来明细匿名发给他们的财务总监，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们要对他们动手，反而会急于找到新的资金增长点，主动跳进我们的陷阱。我会让荣氏拿出10亿作为诚意金，再让银行那边松口，给他们提供高额贷款担保。他们现在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一定会孤注一掷，把能动用的资金全部投进来。
把资金监管账户放在我们控股的第三方银行，一旦他们的资金到账，立马冻结其中的60%，理由是前期项目审核未通过，需暂缓拨付。那我可就静待荣总的好消息。华总，是你带来的。各位，鱼已入网，资金冻结完毕。好。接下来就是我妈妈留在项链里的芯片证据，让他们再无翻身的时候。荣旭，荣城的太阳要出现了。先生跟夫人感情很好，我知道，他们之间容不下别人。确实。不要再伤心了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还是不要再喜欢先生了。这饭可以乱说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人家先生了？那你看到先生和夫人亲密，为什么要伤心啊？我不应该伤心吗？你应该伤心吗？我姐都不属于我了，我难道不应该伤心吗？哦，你维护你家正主的样子，特别像那个什么毒唯，但我不是。对，就是那个词，就是毒唯，还说你不是。我一个我姐的死忠粉都不知道这个词，我姐的死忠粉都不知道这个词。我可是 CP 粉。好冷的笑话。我说真的，你看先生为了夫人，宁愿跟整个世家为敌。夫人明明可以自己搞定一切，偏偏要等先生去做选择，这就是双向奔赴啊！你可以考虑转粉级，可他们真的不踩雷，比你的唯粉有意思多了。我去，你个 CP 粉在我唯粉面前贴脸开大！我这是为了你好，唯粉容易伤心 ，CP 粉天天吃糖。打住！我就告诉你了，我就不愿意吃别人的糖，我就喜欢吃自己的，喜欢吃我跟我姐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仅要当唯粉，我还要当毒唯。我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哎，哼，你不管管他？管什么？他说的又没错。毒唯没有好下场啊！你37度的嘴里怎么能说出那么冰冷的话？个 CP 粉才没有好下场！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斤斤计较？这个你就谦虚了吧？我还要向你多学习学习。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来，互相伤害呀！你的毒唯正主早晚要结婚的，结了婚还能离婚呢？耍狠是吧？你磕的 CP 早晚必。你不管管你妹妹？管什么？他说的又没错。你听听，他说的像话吗？对家正主，放开我姐姐！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誓死守卫你跟夫人的爱情。好小子，回去给你涨工资。走。放开我的姐姐！会让你见识到毒唯的力量的。花总用您提供的犯罪证据，把领头人已经送进去了。现在整个企业属于群龙无首的状态。刘家和孙家的散布，试图引入外资盘活企业，可是被我们的人发现，切断了供应。接下来你看怎么处理？荼蘼科技早些年为了低调，只转移了部分资产回国，趁着这次这个机会，把所有的资产转移，把世家垄断造成的死水经济盘活。这不等于给世家收拾烂摊子吗？咱们要处理的是脏东西，现在这些东西没了，荣城就不是脏东西了，而是一个能看到花开的地方。好吧，你最近也还是要注意一点。荼蘼科技现在动作太大，花家也归并了回来，免不了有一些人有一些异心，说不定会铤而走险。你出门最好叫保镖陪同，没事的话就与我同行。知道了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夫人，先生是特意提前半个小时翘班来接您下班的。啊？就按他说的吧。荣总亲自来接我，是我的荣幸。走吧。姐，那我去拿吧。哎，花月小姐，先生是来接夫人的，我倒是可以顺路送您回去。我姐说了，我没事尽量跟她一块儿同行，当然包括坐同一辆车。没事儿同行，有事儿就不可以了。有什么事啊？先生要跟夫人去约会。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咱俩不约个会不合适吧？荣旭，你对你这个傻白甜助理的宠溺程度，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哎，夫人，您可不能使用这种带有歧义的词汇。我可是血统纯正的 CP 粉，不像某人一样惦记正主。你阴阳谁呢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两个跟小学生吵架一样，干脆跟你们两个中间画个3-8线，互不打扰。哎，我觉得可行。姐，到时候你就跟我站一边啊。不行，夫人是要跟先生站在一边的。不是你，一口一个先生夫人，我姐结婚了吗？你就瞎叫。没立场了吧？没话说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好像只是订婚了，还没结婚。先生，我对你的行动力太失望了。怎么，现在还对我的行动力失望吗？先生，你简直是最好的正主。荣旭，你的助理是你的祖宗吗？怎么他说什么你都听啊？哎，花月小姐，注意你的措辞，有这么跟姐夫说话的吗？姐，真的？真的呀，带着身份证很快就办好了。好，急了。他这是破防了。我觉得该破防的人可能是你。我？这下满意了？满意。一想到他们两个铁青脸色，我就满意。行了，赶紧睡觉。姐夫啊，昨天本来是你们的新婚夜，却被我给搅黄了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没事，我们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到时候再补过。还得是你当我姐夫，心胸这么大度。多谢夸奖。既然姐夫心胸这么大度的话，要不在家里备一个我的房间，我不走啦。这行了，小叶，别开玩笑了。你看你姐夫吓得连话都不会说了。好吧，那姐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婚礼的珠宝一定要交给我来设计。知道啦，那我走了。这个婚礼场地的布局不错，就是这个风格吧，我不是很喜欢。这不是正在休年假的顾特助吗？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先生夫人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荣敬山在转移就医途中逃脱了。今天下午3点，他说胸口剧痛，警方按照规定送他去医院做检查。5点护士查房，人就不见了，窗户在外面被人撬开，跑了。看守的人是吃干饭的吗？先生，我已经联系交通部门调取监控，也让安保队封锁了城郊各路口，但荣敬山在荣家潜伏了30年，估计藏了不少暗线，硬搜恐怕会打草惊蛇。不要搜，通知下去，全面封锁消息。就说荣敬山病情恶化，正在医院特护病房进行隔离治疗，每天按时送药，制造假象。好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，要主动出击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用我们的婚礼当诱饵，对不对？知我者莫若你。荣敬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荣家的控制权。现在咱俩要结婚了，也就意味着荣氏和图迷科技的彻底绑定。
他这辈子也就再也翻不了盘了，所以婚礼会是他最后的疯狂。那这次我们就彻底了结了他。荣旭、华言，你们疯了！这个时候宣布结婚？三叔，早啊！哎呦，早什么早啊！这荣景山还在逃呢。你们现在宣布结婚，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？哎呀，他要是到婚礼上来闹事儿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三叔，正是因为他在逃，所以我们才更应该举行婚礼啊！第一，荣氏和图迷科技联姻，可以增强市场信心。那些观望的股民看到我们的根基如此稳固，自然就不会和荣敬山合作了。第二，荣敬山平时最痛恨的就是我跟依依联手，婚礼是他唯一破坏我们的机会，他一定会来。第三，我们可以借助婚礼，把那些和荣敬山勾搭的人全部都引出来，然后一网打尽。所以三叔啊，您放心，一定不会出事。好吧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手段，那三叔就再不多说什么啊。只有一点啊，无论如何，你要保护好华言啊，否则有你小子后悔的。您放心，我自己的太太，我一定会保护好的。三叔要对我们有信心。好，你们两个人呢，好好的，那就好啊。哎呀，那你母亲在天有灵，也能够安心了。我听说荣敬山跑了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们这个时候还要办婚礼吗？不行！别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工作室的助理，她老公是医院的护工。今天早上换班的时候，听护士议论的，说昨天下午就跑了，还跳了窗户。姐夫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那个老家伙心狠手辣的，你们这个时候办婚礼，不是给他送把子吗？我们就是要引他出来。他在荣家30年，暗线太多，硬搜根本没用。所以婚礼会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他一定会来搞破坏。所以你们是故意的，设计了陷阱等他跳。对，吓死我了。你以前我是那么蠢的人吗？以前不是，现在可不一定。毕竟这恋爱脑上头的人可是很恐怖的。放心吧，婚礼的安保我们都安排好了，每个角落里面都有监控和人手，就连后厨的洗菜阿姨都是我们自己的人。只要荣敬山一露面，保证他插翅难飞。姐，你的婚纱选好了吗？我觉得鱼尾婚纱好看，归领设计显身材，裙摆上还有碎钻，到时候在灯光下肯定闪闪发光。早就想好了。黑色，果然很花眼。怎么，现在不说我不守规矩了？娶你就是最大的规矩。接下来有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姐夫，说好了你们结婚给你们设计钻戒的，这次时间有点赶，等下一次你结婚我一定给你设计更好的。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我姐结婚你哭什么？我的 CP 结婚了，激动呗。哎，对了，不是说荣敬山要来吗？你们仪式都快结束了，也没见着他。哦，他伪装成服务员，后厨的洗菜阿姨发现了他，已经给他打运送回去了。啊，就这么草率？这是我正主实力的体现。荣氏的董事长，还有图迷科技的创始人，强强联手，这不杀疯了？不愧是我姐。不敢想象，这2位大佬的孩子得是什么样逆天的存在，
既有花总这样的商业头脑和果决手腕，又有荣先生这样的运筹帷幄和强大气场，这一出生就自带商业帝国继承人的光环，情商智商双高，颜值又很在线，这以后荣城的名媛和公子哥们都要黯然失色了。荣熙，你知道公司为什么要叫荼蘼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荼蘼既是末路之花，也象征着新生。我想和你有个新生。Wherever you go, whatever you do, 너를 알아볼 수